好，那我们来进入这个川普心理学。来，各位这位乡亲们一定很关心说，那我们这个又爱又恨的川普当选了美国下一任的总统啊。那我们方医师呢，这个侏罗纪14公园呢，总是需要对社会上发生的大事尤其是跟心理学有关的大事必须提出尽责任的提出心理学的看法，有助于大家深入的了解而不是在表面上觉得心里惶惶不安我有3个主题的第一个主题我要提到川普为什么会赢，第二个川普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第三个川普会怎么样对待台湾。好，那我们第一个主题，川普为什么会赢？你知道川普已经78岁了今年拜登81岁了，2个人在比老你知道上一任美国总统候选人最老的是谁呢？是雷根而雷根被当作最老也不过73岁而已所以78岁拼81岁，2个人在比老比到拜登被淘汰了所以有一个美国选民变成说必须要在一个有失智倾向的拜登81岁的，我们不要随便说人家失智，因为81岁本来记忆力就不好了，拜登的81岁表现已经比大部分81岁的人好了，所以我们不要因为他跟60岁的人没得比就说他失智好不好？他只不过是一个正常的老人那跟那个川普是一个比较失控的狂人美国人只有这2种做选择那你怎么说川普比较失控呢？川普在那个 COVID-19 一开始的时候他讲了一些话，比如说那为什么不给每个人打消毒水消毒水打到体内就可以消毒了那为什么不给大家照紫外线？紫外线几秒钟就杀死细菌的病毒了他当时讲的时候是很认真讲的，后来舆论哗然美国总统竟然做这样的建议结果过了几天他说那是冷笑话，那是冷笑话所以美国总统把 COVID-19 的大事当作冷笑话在讲，就是他狂的一部分那在这一次选举一开始拜登跟川普在拼的时候，拜登只要证明他没有失智他就赢了但是他没有证明成功在第一次辩论的时候支支吾吾的，然后被发现这样子。那川普只要证明他没有失控他就赢了，所以川普在第一次辩论的时候他就学习到讲话要比较有条理比较正常一点，不要再讲那些狂乱的话他有做到，所以呢那一局川普有拿到分数，拜登没有拿到分数，后来拜登就下场。那后来贺锦丽上场嘛，那川普跟贺锦丽又有在辩论的。那贺锦丽有一招就是他每次讲完以后他会甩一个尾巴给那个川普他丢个球给川普，比如说他讲一件正事，讲完之后他就说在川普的场子那些观众都没有做到尾巴的啦，来一下就走了啦结果川普就沉不住气了，他就开始乱讲话了。他乱讲什么呢？所以有一些那个移民在那个什么春田那个社区吃狗吃猫把那些居民的宠物当食物吃掉了啦那这样就算失言啦，人家去调查根本没这种事情东讲西讲的，所以川普当场有一点失控。然后这时候媒体就发现一个失控的川普回来了，然后对上一个年轻的贺锦丽，但是不晓得他是谁。这时候贺锦丽算是有优势的那贺锦丽除了他不晓得是谁以外，他另外一个招牌就是大笑他会笑得很大声，他会这样其实我喉咙不太舒服，稍微咳一下。他是笑得像咳一样我是笑得像咳一样。结果普京俄罗斯总统普京还称赞说贺锦丽有感染力耶，希望贺锦丽赢之类的。然后那个川普直接说贺锦丽是一个疯子笑得像一个疯子贺锦丽他有一次说他妈妈常常讲说，真不懂你们这些年轻人，好像是从椰子树上掉下来的。他讲完这个话听起来没什么，对不对？那他就开始狂笑是不是有点怪？
如果笑20秒钟，你们会觉得有点怪哦。然后那个波兰总统哦，跟贺锦丽要求人道救援，因为他说很多乌克兰的难民啊，美国要分担一点啊。就贺锦丽说，好吧，如果朋友有需求哦，我们就要帮忙，这样才是真的朋友啊。这样的话讲起来很正常，对不对？那他就开始笑，然后大家都觉得有点古怪，好，有点古怪。以前我一个好朋友哦，叫叶秉成啊，他现在当这个教育部次长，他有一个节目叫《不良大叔》他曾经拍过几集跟几个大叔一起拍，他们也是这种风格的。他们比如说，聊天就聊天啊，为什么要开直播？他就一直笑，然后就说，如果没有破5000的话，我们节目就怎么样？有破5000我们就继续开。然后他就，然后他们就说，如果没有破5000也继续开。从头到尾就一直笑，因为觉得喉咙有点沙哑，笑得不够。你知道有一个英国的那个脱口秀他叫做吉米卡尔，然后他的那个脱口秀是比较地狱梗，然后他就这个模拟一下他笑容给大家听。一般人的笑都是吐气的，然后好像气都要吐出来，你知道？他说他的笑都是吸气的，他说，你有没有听过吸气的笑？Jimmy Carr 就是吸气的笑。我今天发现是喉咙有点卡卡的，所以啦，贺锦丽的形象他就是一直笑，然后很年轻，那其他不是很清楚。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电视台访问我们的贺锦丽，问他说，对于通膨啊、降低物价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这时候贺锦丽开始讲说，他小时候啊是中产阶级的啦，他知道物价高很痛苦啦之类，整整讲了90秒啊，都没有回答这个通膨的问题然后就被人家酸呢。他说能够连续90秒发表冗长的演说，没有说出任何有价值的内容，也算是贺锦丽一个特殊才能了。这是被美国媒体酸的。那这时候他就被人家发现说，这位年轻的会大笑的候选人扛不起美国的大任呢，没办法承担呢。这时候他已经当作小妹了选举的小妹呢。这时候怎么办？很多民主党的大佬啊，哇，拼命支持啊，很多人出来站台啊，然后呢，好莱坞的明星啊，我们点名几个啊，像 Taylor Swift 泰勒斯啊，欧普拉碧昂斯啊，珍妮佛罗佩兹啊，还有一些 NBA 球员，我跟你讲一个接一个跳下来支持站台贺锦丽的。这时候贺锦丽的形象就变得非常明确了他在选举前行的一个形象我发现是跟各位讲，他就成为一个政治的小妹啊，你就要听到这个名词，政治的小妹啊，她没有想法只会笑她会配合啦，一堆大佬跟名流都来救她了。这是他的一个 slogan 他可以有一个 slogan 我替他发明一个 slogan， 叫做Let me serve serve 什么 ？To the American people 没有 ，to the celebrity 向名流 serve 了，因为他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小妹，需要很多大佬明星来救，而这些上流社会的有权有势的人，就成为未来如果贺锦丽选上美国总统，他就可以说 Let me serve。好 ，OK， 大概就是那川普他尽量压抑他夸张的言论呢，他后来就没有再乱讲话了呢。他没有再乱讲话，他想要表现理性的一面呢。他还选了一个副总统叫做范斯呢。范斯的政治经历比贺锦丽短呢，但他写过一本书呢，叫《绝望者之歌》呢。他是俄亥俄州白人劳工阶级翻身无望的一本书呢。所以他才把这个形象洗白呢。那川普还跑到麦当劳去炸薯条呢，把自己跟劳工阶级炸在一起的。所以一边是民主党的精英主义，有钱有权的一个有文化的一个精英主义。那另外一边是正在通货膨胀、物价高涨，然后放任移民抢走工作，那把钱拿去替全世界打仗。所以共和党的选民是这样想的呢。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边这样子的对比川普虽然很令人担心但是贺锦丽代表的集团
已经不是担心了，令人讨厌到可恨了。所以选民做的选择恨比爱更为有力量。所以负面的评价在选举里面比正面的评价还大 1.5 倍。根据社会学家研究的结果，对政治人物厌恶的情绪比喜爱的情绪更能够预测投票的结果。所以大部分有40%的选票是属于仇恨票，因为恨对方才去投票的。所以大家要理解，恨比爱更有力量。所以我做一个结论为什么我们的贺锦丽会输？因为他是一个 let me serve 的政治人物，政治小妹去对上wait and see 的乱世狂人因为世界在乱总是希望给这些乱世狂人一个可能会中彩票拯救世界的几率机会。我们来讲川普川普为什么很浮夸？然后到底是一个商人吹嘘的本性因为商人都很喜欢吹嘘，我很厉害认识谁关系很好还是说川普内心渺小，喜欢用这种吹嘘来壮大自己的内心呢？那我们就从心理学一刀切入，看川普是什么人。你知道川普的爸爸是一个地产商人，很赚钱的，所以是一个成功严厉的一个地产商人。他比较喜欢川普的哥哥啦。以下方医师讲的都是有所考据的然后后来哥哥生病死了，然后呢，他还有提到他说川普不够优秀跟他哥哥比不够优秀所以川普一生都要证明他的能力是优秀的，给他爸爸看那13岁川普算是不良少年有很多行为问题所以他老爸把他送到私立的军校军校还有私立的美国纽约的私立军校，13岁国中生就去念军校，严格管理代为管教后来那个川普出来创业，老爸还借他6000万美金不是60万600万，是6000万美金。然后他们子女继承老爸的财产是多3亿美金好，那你听看这样的故事，有没有听到什么创伤？没有。所以那个川普没有什么创伤的经验，他一辈子不是含恨奋斗的，他是怎么奋斗的呢？他在家庭里面要跟他哥哥竞争，然后去军事学校也是要竞争军事学校里面你如果这个示弱是会被打的所以他要好强不服输他要表现得像一个强者一样。什么叫强者？就是嘴巴要硬，拳头要硬这时候才能够活下来对不对？所以他就要表现像强者，然后他对目标有决心，他只要赢不管如何都要赢对一个没有理念、核心思想的人即使是用不良手段欺弱怕强他都要赢，没有道德标准，能够赢就好。如果川普一生有一个目标有目标那个目标是什么？当美国总统不是，就是要赢。他只有一个字，他要赢。川普要赢，不择手段要赢；美国要赢，不择手段要赢，只要赢就好。到底怎么赢的不重要。在美国，在家庭，在学校，在美国，我要赢；美国在世界上，美国要赢。赢跟伟大不一样，赢就是赢。所以川普的口号说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那美国再次伟大方医师把它改成因为 Great 要有内容的Great 要有内容的，我方医师把它改成Make America Win Again 那美国再赢再赢Great 是比赢更有内容的，是有包含更多意义的。像美国一个总统叫做富兰克林罗斯福罗斯福他是小儿麻痹他在1932年当选美国总统，他总共当了4任的美国总统他从美国大萧条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参加世界第二大战，然后成立联合国，然后解决很多国家社会的等等问题。他当了4任美国总统，因为那时候还没有2任的限制，他才算是一个伟人他才是让美国在世界上变成 great 的人。那今天川普是要变 great 吗？他是要赢而已，赢跟 great 是不一样的。那川普呢，从小他就听他爸爸的，
然后学校的，他服从权威了。你知道服从权威的人哦，他也是相信权威的，他是用权威在管理的。他对于人哦是要忠诚度的，要忠诚度的，不管是在开公司还是在当美国总统，要忠诚度的。他当公司的 CEO 哈，你也看过那个节目吗？没什么民主机制的，不是一群人说，哎，你要留下来是不要留下来，他一个人说了算 ，You are fired。所以他在当总 CEO 的时候，他就很爽，他已经当公司的权威了，他说了算了。所以他在美国总统当做美国大公司的 CEO 呢，他现在已经爽到了 ，You are fired， You are fired， 好，那你留下来 ，You are fired 这样子。他很赞赏那个普京跟习近平，因为他觉得普京跟习近平是比他更有权威的人、权势的人，因为那种国家不用选举啊，或怎么选都他嘛，所以他有点羡慕，代表川普总统这位人啊，他没有民主政治的精神。如果今天他可以当一辈子的总统，他也会当下去的。他是有绝对的权力跟权威感的那一种人，因为他的环境就是这样长大。然后他历经了6次破产6次但是他没有完全破产，就是公司重整，他大概也是有一些危机，然后被人家子弹射到耳朵没事。我们阿扁总统也只不过射到肚皮而已，射到肚皮，如果射到肚子里面，还不一定会死，射到耳朵，如果差一点进到脑袋里面，是会完蛋的。我们台湾只有一个人赢过他了，就是连胜文了。连胜文射得更近了，从嘴巴进去，从嘴巴这边出来，这个是射得更近，但是连胜文没有选上，他也没有出来选，他有出来选，好，所以这些事情再加上他这一次又选上总统。你知道美国历任总统只有一个人隔了一届又选上的那件事情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了。1893年一个叫做 Cleveland， 他隔了一届又选上总统，川普是第2个，所以他这件事情他会怎么样？他会变成有过度的自信心。一个人有过度的自信心绝对是铁血之人，怎么做都对他就容易在决策上有一点超过了，有一点超过。所以以上我从这些事情去看川普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啊，他不是说创伤啊、痛苦啊，小时候很穷啊，没有，他需要跟人家竞争，他从家庭要竞争老大的位置，然后他从军事学校要活下来，连他做工作他都是强势的。那现在当美国总继续强势，那他就是要赢才能够生存，他让自己赢，让美国赢，他一个字就是赢，没有别的了。好，很简单的人。很直接的人，很坦白的人，我就是要赢，要不然怎样？我没有什么核心想法，我没有什么伟大的理念，那些都是假的，就是要赢。好，那我们来看看川普当总统以后对台湾会有什么影响？这件事情很严肃，也很重要。方医师讲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沉重一点，但是我们要听听看我怎么讲。2019年11月，川普接受访问，然后他用桌上的一支笔。我们有没有笔啊？然后来比喻说，这支笔代表台湾呢。这整张桌子，美国总统的桌子可能很大，代表中国，代表中国。他把笔都甩在中国上，甩在地上这样。那如果川普成为这个美国大公司的总裁美国就整个大公司他会如何跟台湾这家小公司台湾算是有潜力、有竞争力的小公司打交道那我们就要从川普以前做生意怎么跟小公司打交道来讲因为他这辈子做的就是都在做生意他没做别的事情我看他怎么做生意的。1980年，川普在房地产在纽约那时候他开始在做，他就是以那种拖欠付款就是钱还给人家，然后呢威胁诉讼你这个做得不对，我要告你。这些种种的不良手段来压低成本所以很多小公司被他这种威胁利诱被迫接受低于原本的金额，他就恶名昭彰然后他到那个大西洋赌场他也是做一些事业，利用规模优势压迫一些小厂商接受这个不利的条件，有些小家族企业还因此都倒闭这些都有记载的，所以他算是恶名昭彰。2000年的时候在开发那个高尔夫球场，
有一些那个在地的地主不肯屈服啊，哦，钉子户嘛，那他怎么办呢？他除了给人家断水断电以外，哦，他还用那个土堆啊，把那个钉子户旁边啊，全部都围起来，让他看不到风景啊，看不到海景啊。所以你看，川普搞这么大哦，然后搞到后来哦，他这种强势经营的方式哦，他不是跟人家产生什么合作关系的哦，所以他恶名昭彰，很多商业银行哦也都不借钱给他。那你说川普有屈服过吗？他从来没有屈服过，他顶多最后哦，那个个性跑到二线来，用前面的公司去帮他打仗，他不要直接下令就对了哦，他从来没有改过。所以啊，这个美国大公司总裁川普啊，他一定会欺负台湾小公司的，跟他以前做生意的方法完全一模一样的。他会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来逼迫台湾要拿到美国最大的好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大家等着看。但是川普要的是什么？他要的就是钱啊！那讲实在话，就是要赢啊！一个人赢有两个东西的，一个是面子啊，一个是理智啊。理智就是钱啊。他会用各种商业跟外交的手段啊，来逼迫台湾的小公司来配合，要配合。那以台湾的角色，如何要让川普有满足感？如何让川普觉得他在赢？赢有两个，方医师再讲一次，一个是面子，一个是理智啊。你如果要减少理智的损失，你就要给他大一点的面子，这样知道吗？所以要如何给川普面子？你要给他面子，第一个要公开赞赏，川普不错啊，赶快投诚啊，主动让利啦，我们来合作啊，我们来这个让晶片业在美国复苏啊，大家一起来搞啊，宣扬双赢啊，共创美国台湾的美好未来啊，这个是很高调的哦，给他面子哦，主动让利哦，共创双赢，好，所以我发现是要把这个 Make American Win Again 我再把它变成 Make America Win Again with Taiwan 啊 ，with Taiwan， 我们要早一点主动的确立美国跟台湾的合作关系，但是会有一个反作用，你知道美国的这种独霸行为就是贪婪，然后呢，我当老大，什么都不要管，这种独霸行为会让其他的民主国家，比如说日本啊、韩国啦，或其他国家有戒心啊。所以我们会变得这些非美国的民主阵营会变得比较团结，因为接下来就要靠自己的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不行啊，所以我们会变得比较团结，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换川普当总统。好，做结论今天也是讲了不少。最近立法院里面这个蓝白国民党、民众党方医师直接讲乱搞国家他们打算从司法之前就搞司法从财政、从国防来糟蹋毁坏台湾。那民进党如果很坏心然后放任让蓝白把整个社会、把国家搞得很乱、很糟糕的时候，很坏心然后让人民提高仇恨值对蓝白的仇恨值，哇，国家怎么变这样的？为什么我的补助不见了？为什么什么怎么了？来维持长期的执政。如果民进党又聪明又坏心故意放手，让蓝白恶搞，来增加对蓝白的仇恨值，来维持永续的执政，这也是一招那看你蓝白要不要醒那国家要不要跟他玩下去？这第一个结论。第二个草包就是被人家看破说草包，尤其是你越大的位置你越不能当草包你可以当神秘的人但是不要当草包。草包比莽夫莽夫狂人更选不上总统这在台湾也验证过了，在美国又验证了一次。因为选民对于国家大事这么大的事情对草包没有信心但是选民对那个乱世对那个狂人有一种好像买彩票的期待
人家说治乱世用重点啊，不是治乱世用狂人啊，全世界都是这样搞的，因为狂人他们的思维啊不一样，然后选民总是想说，利用这个狂人来翻身啊，已经烂到这个样子的，不会更烂的，不如给他个机会，所以草包选不赢狂人。那今天在口号川普没有那个核心的价值理念，你不要去跟他讲什么一大堆什么进步的价值，对他来讲只有赢，求生存的赢，让他相信权威啊，他要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之下当他的皇帝，在美国他要赢，在全世界美国也要赢，大概就这么简单。所以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我们最好把它变成 Make America Win Again with Taiwan。那川普是一个强势的商业经营，他从来没有变过，从来没有变过，算是恶名昭彰的。在政治的经营上他也不会改变。台湾在他眼中就是在砧板上的一块肉，一块肉而已。所以呢，这个我们要主动的让利输诚，给他面子。你面子给的多你的理智就可以少给一点。这大概是我的想法啊。那最后就是说，大哥如果不公道有一个强盗集团，大哥不公道二哥、三哥、四哥、五哥有时候会密谋联合起来啊。所以大哥有时候要注意，你不要搞到二哥到五哥全部都联合起来。最后就是性格决定命运。一个人最不可能改变的就是性格。最不可能改变就是性格。那我们要用心理学去了解对手的性格，那我们要以此提出一些对策我们不要每天在那边画些。台湾有一种人我很讨厌，超级讨厌的那些所谓的什么名嘴知识分子自以为啦，哎呀台湾惨了啦，川普要对付你们了啦，好像是你们不是我们，他也是台湾人，台湾的名嘴一副在那边说啊你们惨了你们惨了，台湾要被川普对付了完蛋了。你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台湾人啊，就好像以前我们讨厌的柯 P， 然后说台湾买不到那个疫苗了，就进入集体的恐慌了，然后一直狂笑狂笑狂笑。你忘记你也是台湾人吗？所以不要台湾人自己笑台湾人啊，我们要还是用知识用理念往前走啊。好，以上我这一集的分享。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